1997年巴西对阵法国的比赛中，一位球员在40米外的位置用外脚背踢出了违背物理规律的弧线球，这球如同炮弹般飞入球门，守门员毫无反应。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球迷都被这粒进球惊得目瞪口呆。射门时的球速高达137公里每小时。比赛结束后，物理学家们试图研究这颗进球的轨迹和动力学原理，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踢出这样的弧线。球迷们这样评论这位球员：带刀的边后卫足坛很多，但是带炮的边后卫只有他，罗伯特·卡洛斯。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他在皇马效力11个赛季，期间帮助球队赢得了3座欧冠奖杯和4次西甲联赛冠军，并在2002年随巴西队捧起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这些辉煌成就让他被誉为21世纪最伟大的左后卫之一。他的大力金刚腿是无数门将和后卫的噩梦，被他的大力射门击中，轻则倒地捂住要害，重则直接被担架抬下场。这样惊人的力量并非人人都能拥有，仅靠力量训练远远不够，这与他的家族基因密不可分。他的家人都拥有发达的大腿肌肉，这也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天赋优势。19岁之前，他一直在巴西联赛踢球，是指前锋，与后来成为左后卫的位置截然不同。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一家低级别的俱乐部，却凭借出色的表现被巴西国家队征召。这一经历吸引了巴甲劲旅米内罗竞技的注意，并促成了他的租借转会。在租借期间，他不仅展现了全面的能力，还经历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教练安排他改踢左后卫，正是这一转变为他打开了通往欧洲顶级联赛的大门。1995年，卡洛斯登陆欧洲，加盟了国际米兰。然而在国米，教练将他安排在左边锋的位置，这让他对战术布置感到非常的不满。尽管他在边锋位置打进了7球，表现非常出色，但这并非他所擅长的位置。他更喜欢踢左后卫，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利用80米的冲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20米的小范围活动。除此之外，凯洛斯还担心继续在俱乐部踢边锋可能会影响他在国家队的位置，从而错过即将到来的1996年美洲杯。于是他直接向国米主席莫拉蒂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明确表示如果球队希望他留下，就必须让他回到左后卫的位置。然而莫拉蒂的回应却相当强硬，他说：如果你无法适应现在的位置，那你只有一个选择，离开球队。1996年，皇马新任主教练卡佩罗在得知国际米兰打算出售卡洛斯感到无比震惊。他不仅感叹国米怎么可能会卖掉卡洛斯，在他看来，这位巴西左后卫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术能力，都是世界顶级的存在。卡佩罗立即打电话给皇马主席，督促他尽快采取行动。他强调，卡洛斯这样球员一旦被挂牌出售，整个欧洲俱乐部都会蜂拥而至，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在其他球队得知消息前完成交易。事实证明，卡佩罗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国米宣布出售卡洛斯不到24小时内，皇马迅速敲定了转会细节，卡洛斯正式加盟皇马，开启了他在皇马的传奇生涯。国际米兰因为主教练坚持让卡洛斯踢左边锋，而卡洛斯明确拒绝，最终选择将这位未来的世界级左后卫出售给了皇马。这一决定后来被许多人视为国米的重大失误，也让皇马收获了一位攻守兼备、屡屡创造经典的传奇球员。加盟皇马后，他迅速坐稳了球队主力左后卫的位置。尽管身材不高，但凭借惊人的速度和强大的爆发力，他多次从后场快速插上对手禁区，一脚爆破射门，成为皇马进攻中不可或缺的骑兵。他剃了光头，配合他的速度与劲色的风格，球迷亲切地称他为子弹人。1997年，法国邀请巴西、英格兰、意大利参加4国赛，为1998年的世界杯提前热身并测试战术。在巴西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中，巴西获得了一个距离球门40米的任意球，卡洛斯走上前，稳稳地摆好球，然后从中圈附近助跑了整整18步。这一距离让对手和观众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心里想，谁罚任意球需要跑这么远？5秒后，他用外脚背狠狠地抽出一记诡异的弧线球，球像炮弹一样飞向球门，
守门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如果当时你通过电视转播观看这颗进球，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守门员在如此远距离的射门面前毫无反应？然而当画面切换到卡洛斯的视角，你会惊讶地发现，足球划出了一道无法预测的诡异弧线，因为场边的球童甚至以为球会朝他飞过来，起身准备躲避，结果足球却在最后一刻转入球门，对手和观众都被这颗进球惊得目瞪口呆。最终比赛1-1结束，赛后所有人都在谈论卡洛斯这脚惊世任意球，齐达内甚至感叹：“你的这颗进球太不可思议了！”这道不可思议的弧线球成为卡洛斯职业生涯的经典瞬间之一，也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尽管他后来再未踢出如此诡异的弧线球，但这一进球早已成为足球历史上永恒的经典之一。不可能的进球常用来形容那些出乎意料、难以复制的射门，而卡洛斯在1998年国王杯皇马对阵特内里费的比赛中完成了一脚无法复制的进球。在比赛中，他接到队友的一记过顶长传，直接来到了底线附近。对于大多数边后卫而言，这种位置显然更适合传中寻找中锋，但卡洛斯却选择了出人意料的方式，他没有停球，而是用左脚外脚背直接凌空射门，足球划出一道不可思议的弧线，从几乎零角度的位置旋进了球门，震惊全场。这脚不可能的进球不仅展示了卡洛斯超凡技术和自信，也彰显了他敢于尝试非凡之举的个人风格。或许只有他才会在这样的角度果断起脚，完成如此惊艳的表演。02年欧冠决赛，齐达内一记天外飞仙帮助皇马击败勒沃库森夺得欧冠冠军。这一进球成为无数球迷的经典回忆。然而，如果没有卡洛斯在左边突破创造传中机会，这一传奇进球就不会发生。同年，卡洛斯还帮助巴西队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达成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凭借欧冠和世界杯的双重荣耀以及个人优异的表现，他成功入选了2002年金球奖前3，最终以24票惜败于队友罗纳尔多，位列第2。对于一位边后卫来说，这也是极高的认可，因为金球奖竞争通常被前锋和攻击型球员主导。效力皇马11年间，卡洛斯共代表球队出场584场比赛，打入71球。他在某个赛季甚至完成2位数的进球，这对于那个年代边后卫来说极为罕见，也充分体现了他在攻防两端的统治力。06到07赛季成为卡洛斯效力皇马的最后一个赛季。在这个赛季的欧冠16强淘汰赛中，皇马对阵拜仁。比赛开场不久，卡洛斯在接应队友传球时，因为停球失误，球权被拜仁抢断后迅速反击，并攻破了皇马的球门。这粒失球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最终导致皇马止步于16强。这次失误让卡洛斯饱受批评，也成为他离开皇马的重要导火索。随着状态下滑，卡洛斯在07年赛季结束后离开了皇马，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他先后转战土超联赛、俄罗斯超级联赛和印度联赛，为不同的俱乐部效力。他虽然巅峰已过，但仍是球队的核心人物。2011年，卡洛斯在印度联赛宣布退役，正式结束他辉煌的足球生涯。从一个巴西小俱乐部的前锋到欧洲顶级俱乐部的左后卫，在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左后卫之一，罗伯托·卡洛斯用他的速度、力量和难以置信的射门技术，塑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生涯。他不仅以那记40米外的物理学难题任意球震撼世界，也凭借多年稳定的高光表现征服了皇马球迷，为俱乐部和国家队赢得了无数荣誉。即使在退役多年后，他那条大力金刚腿依然是足球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正如球迷所说，带刀的边后卫很多，但带炮的只有他，罗伯托·卡洛斯。以上就是卡洛斯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见。